大人明知道在州衙查不出证据，为何还要拉着张冲一起去查呢？如今正是该对他施压之时，只要他心生慌乱，必定会有所冲动，自露破绽，也才能提供我们追查的线索。难怪大人要主动提出追查黄金之事，目的就是让张冲心生暗鬼而惊慌失措。不错，也只有他才知道黄金究竟藏在何处。我们必须从他身上追出下落。詹护卫，大人，从此刻起，你必须更加留意，他随时可能有所举动，不可错失。是。启禀大人，什么事？已经找到郭北了，他和几个捕快都死在山神庙里。他们的致死之因为何？都是一刀毙命，用的凶刀是郭北自己的佩刀。根据尸首的判断，死了已经有3天了。郭北的武功可不是一般的，能让他主动交出佩刀的，也只有张冲可以做得到。大人推断的没错，果然是张冲杀了郭北灭口。那些运送黄金的士兵，可还提供了其他消息？前往接收黄金的人，包括郭北在内，都死在庙里了。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人。他把线索倒断得干净。只是如今更加确认，黄金必定在张冲的手中。因此，查出藏匿黄金之处，就是目前唯一能够证明张冲涉案的证据。王爷对慕容姑娘颇为满意，甚至想为小王爷攀这门亲事啊！小王爷不是没有娶亲之意吗？哼，看来是慕容婉儿已经改变了小王爷的主意。哦，那倒真是难得。哎，对了，你到王府来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还是到库房说话吧。请。看，全都在这儿，这儿很安全，你不必担心包大人会查到这里。他已经查过州衙了，目的就是追查这些黄金的下落，我们不能不防啊！我说过，不会有任何人查到这里。如果我们把这些黄金送离青州，岂不是更安全？如果离开青州，不管放到哪里，我们需提防的就是监守自盗。这么大一笔财富，想让人不动心，恐怕很难。再说，如果现在运出青州，肯定会引起包大人的注意。这也的确是个问题。好了，这件事情你就不必操心了。倒是你不应该来王府。如果他们盯上你，派人跟着你，这就如同是给他们带路。如果我要找你，我会派人通知你。切记，避人而过。哦，张冲又去了王府。负责监视的士兵还守在王府外，属下马上过去看看。展护卫要进王府？不，大白天的很难找到地方隐藏，一定会被发现。属下只是在王府外暗中监视。若是被人发现我们有人潜入了王府，对柴王爷也难以交代。你去吧，倘若他有特殊的举动，立刻派人前来通知。是。
每一次我们前脚刚离开州衙，张冲后脚就进了王爷府，很难说此事跟王爷毫无关系。柴王爷与张冲有近乎君臣之间的情谊，他若有事，难免会去向王爷禀报，这乃是人情之常啊。可是听婉儿说，张冲每次去王爷府，并不是去见柴王爷，而是跟柴禄见面的机会比较多。柴禄跟此事有关。的确有此可能。然而柴禄乃是王府总管，与张冲又会有什么瓜葛？这一点倒令本府不解啊。倘若柴禄是受命于柴王爷呢？那却绝不可能。柴家虽已不复当年在位时期那般辉煌，但是王府之中仍然保留不少财富。这也是太祖皇帝当年对柴家的恩赐。20余万两黄金虽然不是小数目，对柴王爷而言，绝无此必要。只是展护卫不能进入王府，那岂不是没有机会真正的去了解实际的情形？不，至少可以掌握住张冲的动向行踪。你们两个留在这里继续监视，别让人发现了。如果他出来的话，我跟着就行。是。婉儿，你回来了。师叔，你在等我啊？你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我能不问清楚吗？我出什么问题了？你为什么要找人接替你，替柴玉治病？师叔，婉儿说过，小王爷需要长期的调理，我不可能一直留在青州。就这么简单？当然，不然还能有什么原因？就算如此，你也应该等到大人决定离开青州的时候再说。你又何必着急呢？婉儿，说实话，你是不是不敢见他？是不是？是。婉儿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如果不早点做决定，将来会更苦。哎，婉儿，师叔倒有不同的看法。如果你们无缘，就不会彼此互相吸引；如果你们有缘，那就是命中注定。你只要顺其自然，就永远不会有遗憾。你又何必主动去割舍一段可能发生的情缘呢？师叔，你不懂，
也许连我自己都不明白。我不否认我会牵挂他，可是我更加不会放弃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然而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，你跟他交往，并没有影响到你行医救人，不需要放弃什么。这不一样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一旦陷入情网，就会难以自拔，甚至意乱神驰。我不希望我自己变成那样，不希望自己无法专注任何事情，那样我会无法忍受的。婉儿，师叔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决定对你最好，不过，却希望你能够彻底的想清楚。一旦做了决定，往后恐怕就很难挽回了。做这个决定，我自己并不好过。婉儿感激师叔对我的关心，可是我没有其他的选择。大人，张冲从王府出来之后，就回到了州衙，一直都没有出门。如今州衙可还有人守候？不仅是州衙，在王府之外都有我们的人在守候。既然张冲会到王府，我们从州衙派人跟踪他到王府，
倒不如在几个点各安插我们的人手，只要张冲有所行动，我们的人都可以及时互相通知。也好，如此一来，他的行踪就更加无法脱离掌握了。大人，学生再三查阅州衙的相关记录，却完全查不到与矿场有关的片纸之字。田青的父亲不是曾经在州衙任职吗？应该有他的记录吧？有，不过他没有提到那座金矿，只记录了3年前他勘矿之时失足身亡。没想到张冲准备得如此充分，3年前就有了预谋，害我们查不到他的证据。所以本府才说，张冲有勇有谋，此案颇为棘手。然而本府却坚信，只要是心怀不轨、作奸犯科之徒，终究会难逃法网。大人，柴王爷要婉儿转告大人，公忙之余是否前去王府叙旧下棋？看来王爷也是寂寞呀。展护卫明日随本府一同前去王府。大人，要属下一同前往王府。不错。大人此举用意何在？本府正愁展护卫无法进入王府，去了解张冲进出频繁之因，又得柴路与张冲之间的关系莫测高深，如此一来，岂非两全其美？属下突然前去王府，柴王爷岂不意外？不，柴王爷想必对展护卫也早有所耳闻，那张冲也会在王爷面前提及展护卫。既然来到了青州，于理也该前去拜见一番。展护卫同去无妨。属下明白。展昭参见王爷。展护卫免礼。谢王爷。南侠展昭，名震江湖。皇上亲封御前4品带刀护卫，加封御猫，更是朝野皆知啊。本王今日有缘，终于得见展护卫的庐山真面目了。王爷谬赞，展昭愧不敢当。展护卫虽包拯前来青州多日，却因忙于公务，一直未来拜见王爷，还请王爷见谅。啊，包大人客气了。展护卫这几日随包大人破获矿场一案，让多少百姓平安返家，这青州城内谁人不知啊？见不见本王倒在其次，毕竟公务为重啊。展昭有失礼数，还请王爷恕罪。好说。不过今日来到王府，可不准再提什么公事。本王今日是专程邀包大人来下棋的。展昭遵命。包大人，我们是否可以开局呀？全凭王爷做主。好。柴路，属下在。院中摆棋伺候。是。展护卫，对弈棋可有兴趣？回王爷，展昭是个习武之人，对下棋之道未曾涉猎，还请王爷不要见笑。哎呀，那是本王失礼了。
竟留下展护卫在此观棋，真是罪过呀，罪过！打扰了王爷和大人下棋的雅兴，还请王爷见谅。王府之中庭园之美远胜一般，展护卫何不四下看看呢？展昭对庭园景色的确颇有兴趣，只不过王府之中可不能任意行走吧？啊，不，展护卫是王府稀客，任何地方都可以去。展护卫奉皇上特许，在内宫行走，更何况本王这小小的王府啊！王爷言重了。再说，本府也没有任何见不得人之处，看看有何不可？展护卫尽可以四处去看。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。不过本府占地甚广，外人不注意，很可能会迷失路途。来人，在。你们去2个人，陪展大人四处逛逛。要去什么地方，任凭展大人之意。是。多谢王爷，展昭失陪了。为王爷增添麻烦，还请王爷勿怪啊！包大人此言差矣。展护卫若是对王府庭院感到满意，本王高兴还尚且不及，何来麻烦之说？谢王爷费心。包大人，来，我们接着下。是。听说包大人今天跟你一起来了。他和父王相交莫逆，肯定有不少话可以说。小王爷，请你不要说话，否则会影响浩慢。展大人不能进。为什么不能进？王爷说过，王府之内随我行走。站住！住手！不得无礼！柴总管，展护卫多有得罪。柴总管，展护卫没看王爷和包大人下棋呀？是王爷要展某到处逛逛，而且王爷还说，王府之内什么地方都能去。那为何这个地方就不能去呢？这……而且王爷还说，王府之内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。难道这个地方见不得人吗？展护卫误会了，这边是王府的库房，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里面，所以加强警戒，不许外人靠近。原来如此，那展某不再为难柴总管了。多谢展大人体谅，不送不送。王爷，啊，包大人，本王今天实在是无心一击。
包拯早有所觉，只是不便询问罢了。本王一向坦率，不善掩饰。也罢，我今天就直说了吧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此事关乎本王的颜面，若是遭到包大人的拒绝，在下人面前总是不好说。王爷有话就请直言。好，包大人，与慕容姑娘认识多久了？在婉儿奉旨前来青州之前，包拯与她并不相识。那么包大人对她的身家可清楚？据包拯所知，她从14岁就被送进宫中，从事医药之事。这6年来，一直待在宫中。那她的家中可还有亲人？说来命苦，6年前，她全家惨遭毁戮，家人全都葬身火窟之中。唯一的亲人，可算是他的师叔公孙先生了。如此说来，公孙先生就等于是他家的长辈一般。可以这么说。若是如此，此事就更非包大人帮忙不可了。王爷此话怎讲？慕容姑娘现在尚未许配人家吧？没有。王爷的意思是？本王想替犬子柴玉向慕容姑娘提亲。本王也知此举太过突兀，然而柴玉却对慕容姑娘情有独钟，故而本王才不揣冒昧，坦然直言。包拯对此事的确出乎意料之外。小王爷对婉儿情有独钟，但不知婉儿可曾有所表示？婉儿虽是公孙先生师兄之女，却无权代他决定终身大事。请容包拯征询过婉儿之意，再做回复。理应如此，就偏劳包大人了。是。王爷请恕包拯一问，请讲。婉儿毕竟是宫中司要女官，王爷何不上呈皇上，请皇上赐婚呢？本王原来也有此意，怎奈柴玉却偏要慕容姑娘本人同意才可，故而就只有求助于包大人了。来，包大人，本王下棋的兴致可又回来了。王爷，包拯也有一事要向王爷禀报。包大人请讲。据婉儿说，小王爷之病需要长期调理，王府之中可否寻依民意，将婉儿治疗之法学去，也好为小王爷长期诊治？当然可以，一直有劳慕容姑娘也不合适，本王会尽快派人。现在还是不肯用我送你的金针。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小王爷了。我真不明白，这个旧的针盒到底有什么好？你到现在都不舍得把它换掉。你真想知道？当然，
好，那么我就告诉小王爷，这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遗物。这理由够充分吗？木儿，我除了这套金针以外，我还传承了我爹一生所学，也继承了我爹贡献一生的心力，造福百姓的遗志。这是我永远都不会放弃的。婉儿为小王爷施针已经有5天了，再过2天，第1个疗程就会结束。到时候，我希望能够看到一定的治疗效果。哈，请。请。没想到几局棋下来，倒占用了包大人1日的时光，本王真是罪过呀。王爷言重了，能与王爷手谈1日，乃是一大快事。不过，却委屈了展护卫啊。展昭有幸可以欣赏王府之内庭园景色，已经是不虚此行了。能蒙展护卫夸赞，本王与有荣焉。既然展护卫不嫌弃，以后随时欢迎再来看看。谢王爷。慕容姑娘应该已经治疗完毕，那就等她一起回去吧。是。至于本王偏劳包大人之事，王爷请放心，保证明日便来回府。好，好。王爷，王爷，慕容姑娘来了，请。婉儿见过王爷、包大人。慕容姑娘，又辛苦你了。婉儿是奉旨来青州，不敢言辛苦2字。小王爷治疗的情形可顺利？回大人，再过2天就可以完成第1个疗程了。慕容姑娘，王爷，找人向你学习施针之事，包大人已经说了，本王也已准备好人选。依你之意，何时要他来呢？回王爷，如果方便，自然明天来最好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柴路，属下在。明日一早就叫他来向慕容姑娘学习。是。慕容姑娘，如果她能早日接替你，也可以让你不那么辛苦。多谢王爷。田青，哎，那这包茶叶啊，是带给你老娘的，这是她最爱喝的。林老爹，这茶得多少钱啊？你小子讨骂呀！这是我送给她的，你敢给茶钱？是，那就多谢林老爹了。丁大叔回来了！哎，丁大叔回来了！哎，我来。麻烦你了。丁大叔回来了！小宝，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田青回来了。啊？田青，丁大叔，田青啊，你真的回来了？你可把我给找死了！丁大叔，您还好吗？天大哥出事之前给了我一样东西，再三叮嘱我一定要交给你，我把它塞在货袋底下了。这是我吃饭的家伙，绝不会丢掉。那我爹到底要留给我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田大哥再三的逼着我发誓，不准偷看呢。我拿给你。哎。
您终于回来了。公孙先生怎会焦急若此？田青来了。他回来干什么？他带来了一件东西，是重要的证据。这正是张冲的罪证。包大人，他才是害死我爹的罪魁祸首，请包大人替草民做主。这是田青的父亲任职州衙时的勘矿成文，文中所说的矿场的地点正是盗采的矿场，批示的是暂缓研议，签字的正是张冲。这下好了，张冲这回逃不了了。田青，本府等的就是张冲的罪证，你放心，本府绝不会饶他。谢包大人。哦，还有，这是我爹留下的一张图。大人，这是矿场的地形图。田青，那图可是你爹所绘制的？不是，如果是我爹绘制的，我一定会认得。大人，这张图至少应该有100年之久，这羊皮是经过特殊处理才能保存到现在。难道说100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条矿脉？正是。这张图指出了开采金矿的正确地点。可是令人不解的是，为何到现在才被开采出来？这么说来，当初有人拿着这个羊皮，要田青他爹按图勘矿，以求确认。田青，此事你可曾向任何人提及？没有，草民知道事关重大，不敢和任何人提起。此事必须秘而不宣，否则张冲必定会逃之夭夭。你且先回去听候本府通知，不得张扬。是。这是目前将张冲治罪唯一的证据。有了这些，他已无从抵赖。公孙先生要妥为收藏。是。婉儿，大人请稍后，婉儿去就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图案花纹竟然完全相同。婉儿，那个玉盒是哪来的？那是小王爷送给我的珍盒。这上面的图案，应该就是柴家当年的皇室印记。
张提图来自柴王爷府，应该不会错。张冲跟王爷府的关系虽然密切，可是那么重要的金控图，不可能落在他手上。这张图应该是张冲从柴王府里偷出来的。也有可能此案根本就跟王爷府有关系。可是，凭柴王爷的财力，他不可能贪图那些黄金呢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柴王爷不会，可是别人会。在王府里头，一定有张冲的同谋。两种情形都有可能，除非张冲自己招供，否则很难查出真相。不，真相已经呼之欲出。张冲分明知道本府已经对他有所怀疑，却为何仍留在青州，而不逃之夭夭？他知道我们盯着他，所以不敢轻举妄动。又或者，他是舍不得他的官位。大人要他等待朝廷的惩处，他的官位已经不保。他之所以不逃走，或许只是因为他心存侥幸。不，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那批黄金还在青州。可是我们已经查过州衙，他不可能放心交给别人呐。倘若本府推断不错，黄金就藏在王府之中。大人因何认为张冲会将黄金藏在王府之中呢？张冲若是早已将黄金运出青州，盗矿案发之后，势必急于出城。否则，如此庞大的财富，托付给任何人，都有监守自盗的可能。他又怎会毫不担心呢？那要是他早已把黄金藏在无人知晓的隐秘之处呢？盗采金矿志在黄金，如今矿场已被查封，而官位也已不保，以他的武功又不难逃逸。若是他就此离去，带着黄金远走高飞，天下之大，何处不可藏身？又何必冒着被擒之险而留在青州呢？大人，婉儿虽然不懂办案，却也有些疑问。既然你介入此案，有什么疑问，就尽管提出。是。婉儿不明白，如果他是因为那些黄金留在青州，怎么能判定就藏在王府呢？以他计划之周密，想必明白，一旦案发，必定会要查黄金的藏处。放眼青州城，何处不会去查？不敢去查，除了王府之外，别无他处。听小王爷的侍童说，张冲去柴府，都是和柴总管见面。对，最近他到王府的次数也明显的增加了。而且，每次都是我们施压之后立刻就去，一定是到王府找同谋之人商议对策。这个人未必就是柴玉。可是，王府里面这么多人，又如何查呢？查人的确不易，然而查物确实不难。20几万两黄金，
可以堆满半个仓库了。可是王府占地太大了，能藏的地方至少有30-40个，我们总不能一间一间去查，而且这样也太花时间了。不能公然一间间去查，否则对王爷又如何交代呢？大人还是确认与柴王爷无关吗？当然，王爷的人品如何，本府很清楚。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没有这个必要。既然如此，大人是否先抓张冲？根据现在的证据，他是无法抵赖的。大人，属下也绝对有把握，可以把张冲擒获。问题不在于此。倘若张冲不肯供出实情，不但黄金追不回来，就连那与他串通合谋之人也会逍遥法外。还是要锁定王府追查才行啊。然而，碍于对柴王爷的交代，又如何查呢？那就只有再做斟酌，详加演绎了。大人的意思，暂时不打算拘捕张冲吗？不错。一旦查出黄金下落，或是同谋之人，就是将他拘捕归案之时。玉儿，父王已经向包大人提过了，他会去问慕容姑娘的意思，明天一定会有回复。父王，恐怕答案不如预期。哦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反正就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大人，虽然目前不能肯定柴禄就是张冲在王府之中的同谋之人，不过以柴禄在王府当中的地位而论，他的确最容易以各种名目把黄金藏在府中，而且有绝对的把握不让外人察觉。不错，展护卫今日在王府之中曾经四下看过，可曾发现有可疑之处？有一处库房守卫特别严密，柴禄吩咐不许任何人接近，就连属下都被挡了下来。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了。还不能肯定，王府太大，房间太多，属下今天还没来得及细看。除非我能一间一间的查，否则很难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一个房间。不可，王府之内皆是柴王爷的私有封地，外人不经允许，根本不准擅入。大人乃是奉旨钦差，依法当然可以进去。话虽如此，在未能确定之前，就贸然逐间去搜，并不妥当。若是能够搜出，尚且罢了；若是查不出，非但对王爷无法交代，甚至可能惊动他们将黄金撤走。如此一来，此案岂不是追不下去了？大人，是否能让属下夜探王府？这样恐怕不妥吧？展护卫方才不是说过，王府之中房舍极多，
若是趁夜去查，至少要10天半个月，这样岂不是延误了时机？没错，除非我们能排除一些目标，或许更有可能。那就逐一排除不可能藏匿之处。公孙先生，倘若是你，你会把黄金藏在哪里？倘若是柴王爷不知情的话，应该藏在他不可能去的地方，以免让他发现。一些能让人意外发现的地方都要排除。而且此处必须日夜有人守卫，必须隐蔽遮盖，以防守卫之人心生贪念。因此，守卫多寡、房间大小、隐秘与否，就能确定是否是黄金的藏身之处。好，明日本府与柴王爷有约，展护卫不妨再去一次王府，依此方向仔细观察，寻出最有可能的藏金之处。师叔，我到房里找不到你，原来你在这里呀。房里有点闷，我想出来透透气。师叔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柴王爷托付包大人，让师叔问你一件事。要问婉儿什么事？这件事有点冒昧，不过你没有其他的亲人，只好由师叔来问明白你的意思。师叔请讲。柴王爷要替小王爷柴玉向你提亲。这件事情必须由你自己做主，你只要清楚明白地说出你的意愿，不必有所顾忌。师叔应该知道婉儿的答案。你要柴王爷派人接替你为小王爷治病，师叔心里就已经明白了3分。不过还是必须由你亲口说出来。师叔请大人回复王爷，婉儿福薄，无缘高攀。你确定？婉儿确定。好吧，师叔会向大人禀报。多谢师叔。那婉儿先回房去了。
他还是拒绝了。是。倘若如公孙先生所言，既然他对柴玉也有好感，为何却非拒绝不可呢？大人，婉儿为了继承父业，曾经立誓，将终生奉献于玄壶济世。他是不可能改变心意的。也罢，既然这是他自己做下的决定，本府明日也只好照实回复王爷了。哦，这就是慕容姑娘的答复。王爷，此事包拯也只能听凭婉儿的决定。唉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我们也的确是爱莫能助，只是玉儿恐怕……小王爷胸襟开阔，想必能够自处。唉，你为什么还不施针呢？婉儿在等候府里派来的大夫。你为什么要找人接替你？依婉儿推断，小王爷调理血脉至少需要1年。难道就不能一直由你来诊疗吗？婉儿说过，只是奉旨来青州，而不会久居不去。那如果我要你留下来呢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人各有志。小王爷，你又怎么知道婉儿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呢？包大人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父王对他的请求？说了。我想知道你的答案。婉儿还是会离开青州。小王爷，请把大夫请过来。也早已下定决心，终生不娶。凭父王的名望，王爷府的地位，其实我要娶妻，根本就不是一件难事。可是，我并不想嫁给我的人，是因为那些毫无意义的虚荣而嫁。自从我14岁从马上摔下来之后，根本就没有人敢多看我这条受伤的腿一眼。就因为我是小王爷，可是我心里很清楚，我这一辈子将会是残废。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残疾，只要心中坦荡，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？更何况，据我所知，你对自己的残疾并不介意啊。
我只是做给父王看罢了，因为我不想他因为我这个儿子而感到羞耻。那不是羞耻。父子的亲情，无论你的状况如何，他都会一样疼爱你的。但是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这就是你不娶亲的原因之一吗？难道这不就是你不肯嫁给我的原因吗？婉儿对小王爷从无挑剔，只是我早已把一生奉献给行医济世，完成我爹的遗志，是我对他唯一的回馈。我不能为了儿女情长，违背我自己的誓言。可是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婉儿何尝不能感受小王爷的情谊？只不过，婉儿福薄，和小王爷无缘罢了。婉儿，如果你嫁给我之后，你还是可以继续行医济世啊，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冲突的。嫁入王府之后，怎么可能和以前一样呢？就算你同意，我也不可能这么做。心甘情愿地嫁为人妇，或是继续完成我的誓言，我宁可选择后者。那如果我要求父王向皇上下旨赐婚，你会怎么样？你是宫中的司要女官，你敢抗旨不遵吗？我当然不能抗旨不遵。可是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，我一定不会快乐。即使我奉旨而嫁，小王爷娶回府中的，将会是一具行尸走肉。这个库房是放什么的？文物库房。哦，那一定很贵重。是啊。这个库房的东西你们看过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柴总管不准接近。你们也是卫士的，为何他们能去，你们却不能？他们直属柴总管管辖。府中的大夫正在陪同慕容姑娘给小王爷治疗，属下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好，以后就由他专门负责对小王爷的治疗。是。王爷，大人，怎么今天不下棋了？啊，包大人不太舒服，本王就算胜了，也是胜之不武啊。王爷不愧是王者之风，绝不占人便宜。包大人，回驿馆去休息，展护卫继续可以在王府里转一转。不，展昭还是陪大人回府吧。怎么，2天就把本王这王府转完了？王爷府如此宏伟壮观，岂能轻易看遍？
那好，那就随时再来。本王说过，本府上下凭你随便看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包拯告退。包大人请。是。展大人今天都看了些什么地方？回总管，库房。哪间库房？都看了。昨天他看的那一间呢？也看了。他昨天看了，为什么今天还看？他问库房里有什么。大夫，现在开始，再隔2个时辰，就可以施第2次针了。每天只要2次就行。你已经看过所有的穴位以及入针深浅，等一下就由你来施针，我在旁边说明就行。明天开始，你就可以单独为他施针了。小王爷，你现在可以休息2个时辰，让婉儿也出去透透气。婉儿告退。大人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本府向王爷回复了婉儿的回答之后，王爷的情绪难免低落，本府也不好继续待下去。大人，婉儿自有主见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。公孙先生，婉儿姑娘有什么事？那是婉儿的私事，有机会再向展护卫说明。今日在王府之中，可曾看出什么端倪？大人，属下几乎可以确定黄金的藏身之处。话虽如此，还是要眼见为凭。属下晚上再探王府，设法把证据带回。启禀大人，什么事啊？张冲又进了王爷府。他又去了王府。是王府的人去州衙找他的。大人，属下马上过去看看。字画，100两，100两。过来。这2天都给我盯紧点，明晚可不能松又是几十人。
父王，您找我？啊，玉儿，包大人已经回话了。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怎么？你知道了？婉儿，她亲口跟我说了。玉儿，父王您放心，我没事。玉儿，父王一定替你找一个天底下最好的女孩。婉儿，她就是最好的。可是，父王您放心，虽然婉儿拒绝了我，可是我心里面很清楚，她已经接受了我，所以我一点都不难过。没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了。你这么着急的把我找来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我担心要出事。包大人可能已经盯上王府了。怎么会呢？这2天展昭一直在王府里转，而且目标就是那些库房。你怎么能让他在这王府里面来去自如呢？嗨，这是王爷亲自批准的，我也没办法阻拦。那怎么办呢？找你来，就是来商量解决的办法的。小王爷，张冲参见小王爷。柴路，是。小王爷，请。3年的功夫，这20万两黄金，真的得来不易。50万两黄金的军费，就可以组成一支足以推翻赵宋的军队。我柴家能否复兴大周，就看此一举。可是如今，张冲，在。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殿前都点检，可是让好好的一个金矿毁于一旦，让复兴大计至少耽误5年。试问，你怎么跟你的曾祖张永德张大将军交代？张冲罪该万死。柴龙，在。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当朝宰相，可是你并没有好好的督促张冲，让计划一再延误。你将来怎么能够辅佐我？
又怎么能率领朝臣呢？柴禄情愿列奏。难道苍天不肯给柴家多一次机会？难道复兴大周真的永无指望？小王爷不必担心，柴禄一定竭尽全力筹措军费，绝不让复国大计受阻。张冲也绝不敢再有半点疏忽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小王爷。或许是我对你们太过严苛。大周灭亡近100年，到如今，还以臣子对柴家相称的人寥寥可数。试问，我还能要求你们2个什么呢？小王爷，张家后人奉柴家为主之心绝无改变。柴禄4代供职宫中府中，柴禄的子孙必定永远效忠。好，就因为你们2个人，让我觉得大周复国有望。筹措军费之事，你们要加快脚步，早一日筹足，就早一日举事。你们2人责无旁贷。是。至于展昭前来探望之事，你们不用太担心，无凭无据，包大人怎么样也不能强行来搜。小王爷，是否还是未雨绸缪来得好一些？你们2位还有什么好的想法？杀了包大人。只要包大人一死，没有人能够进王府，谁也查不出来。这黄金就藏在府邸之内。小王爷，这是府邸抽薪之计，以目前情势来看，也只有这样才是保全的方法。请小王爷三思。属下立刻可以着手进行刺杀的行动。不行，如果把包大人杀了，反而显得我们不打自招，承认罪状。还有，你们不要忘了还有展昭，他是江湖中人，毫无顾忌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到时候反而让我们事迹败露。那就连展昭一起除掉。以展昭的功夫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必要的时候，属下可以动用军队。没有用的。展昭如果想逃走，再多的军队也挡不住。万一他回到京城揭发此事，反而让我们功亏一篑。反正你们记住，一定要稳住，不能乱了方寸。是。小王爷，
王爷。让你们久等了。你上哪儿去了？你出去透透气，我也出去活动一下。你应该休息的。施针之前静坐片刻比较好。下次我会注意的。大夫，请你按照我的方式给小王爷施针吧。是。欢迎。是。夜晚与白日不同，战护卫能分辨得出来吗？我去过2次，那边的守卫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都是柴禄直接指派的。王府里其他的卫士根本不可以靠近，更不要说什么仆役下人了。况且这2天守卫明显的增加，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如此说来，张冲在王府中的内应，已经可以肯定就是柴禄了。柴禄是王府的总管，张冲要把黄金藏在王府之内，不通过柴禄根本就不可能。倘若证实了黄金确实藏在那个库房里面，那张冲和柴禄同谋的罪名是绝对逃不掉的。倘若果真如此，对柴王爷来说，的确是个打击。听王爷说，柴禄的曾祖是前朝世宗皇帝的太傅，周灭宋兴之后，自愿进入王府之中，改为柴姓，祖孙4代都在王府之中任总管之职，可以算得上是一门孤宗啊。只怪他自己起了贪念，如今柴王爷也帮不了他了。婉儿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